来，这个给大家再列举说一下这个甲片延长和指托延长的区别。什么叫指托延长？指托延长就是咱需要用光疗胶自己去给它做指甲的延长的。甲片延长相对来说，你看我只是贴在甲面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在本甲上面去做延长。在本甲的上面去做延长，但是有一些问题甲，你比如说上翘甲，它指甲前端翘的特别厉害，你要是在它上面做，它是不是高度会变得更高？所以说，针对于上翘甲来说啊，我们一般会做指托延长。指托延长相当于什么？指托延长我们是拿着指托压在我们本甲的下方，去指托。指托呢是从我们的本甲下方，看见没有？这样去给它做调整。如果它有上翘甲的话，好，我们尽量的去找平它甲面，然后在这个位置基础上，前缘该去做多厚度就做多少的厚度，做厚度之后再整甲去刻模。也就是说，指托延长是在本甲的下方去做，从这儿开始。但是这个呢是只是贴在它的上面的啊，这是这两个的一个区别。明天呢会给大家去讲指托延长。明天开课之前，大家一定记得先去把你们模特以及自己手的前置处理去做好，前置处理做好，你再做指托延长才会更漂亮一点，好吧？所以说，在这个是在本甲之上，这个是在本甲下方，就根据这个你们自己就可以去判断，哎，我这个顾客适合做上翘甲还是做这个适合做甲片延长还是指托延长，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推荐了啊。好了，这是我们昨天遗留的一些这个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个指甲本身弧度比较高的，然后当我做全贴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后缘压平、前缘控胶。前缘压平后缘翘边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问题甲来说，我们还是做半贴，半贴就是咱们今天要学的啊，从这儿就是把它后面起翘的情况再往前延，你看就这样，只不过再去找平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着重来讲的是这个半贴延长，半贴是我们做甲片延长里面用的这个次数最多的一种延长甲型，用的次数最多的一种延长甲型。就是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因为最开始为什么说它好？因为原先都是用速干胶水，之前都没有这种甲片凝胶呀什么的，都是用速干胶水去粘贴，或者说是这延长那一类的，对吧？所以说相对来说，它跟甲面你打磨后接触的面积越大，对这个指甲，哎，我昨天又刚抠了啊，今天这几天又没了，就是整个指甲上面是一层皮一层皮一层皮，只要你撕掉就是一层皮，而且这个胶水说实话不如用这些凝胶要更安全健康一些。更安全健康一些啊，所以说是甲面能接触的面越小，对你本甲的觉得说是损伤就越小，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只要你不抠保护好的话，损伤都会减到最小，半贴的好处有哪些？与本甲速干的接触面小。这个你们自己理解性记就行，可记可不记啊。这个并你们记下来也行，跟顾客去好沟通，有些怕贴了甲片伤指甲的，你们就用甲片凝胶。甲片凝胶相对于来说肯定比它更好啊，比速干胶要更好一点。因为你想想，就是指甲油跟甲油胶的区别，指甲油有很多，就是涂上去指甲就会发闷，但是甲油胶做上去就不会，就是不会，就是很奇怪啊。你们可能你很多新手来说，为什么呀？就是它就是你像我们用涂指甲油来说，就是涂上去过一段时间，指甲就有种闷闷的感觉。就是我做了多少顾客，他们给我的一个反馈，就一直说，还做这个会不会发闷呀？我说你试一次，闷的话以后不做了，别先每一次。结果就不止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没什么感觉啊。这是所以说为什么用速干胶、用甲片凝胶代替了这个速干胶水的感觉上会更好一点，但是也是分情况，有的人如果说特别敏感的，这个没办法，是不是？大家有问题抓紧问啊，包括你们昨天有做半贴有什么问题的，该问啊。来，第二个它的作用可调整什么呀？问题甲。可调整问题甲，就是针对于问题甲来说，半贴它的调整更好一点。比如说，来，它是一个往下中间弧度比较高的，是不是？我刚刚说过，如果指尖全部贴合的话，它是下钩，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情况中间适当的上翘做填胶处理。但是你要做这个的话，你要压过来，它肯定是有一点点上翘的，所以说做半贴，哎，它可以这样自己去调整这个甲片的一个角度，然后如果说是一些扁平甲，你比如说我这个
中间，哎，你不光是用速干胶，还是这种延长胶，还是甲片凝胶。如果你做全贴的话，中间要填空的胶是不是更多？但是做半贴的话，填空的胶是不是更少？剩下的那些我们再去用那个延长胶或者是坚固胶去给它找平的话，会更舒服一点啊，弧度也会更好看。所以说它可以调整问题甲。第三个，后缘不容易开边起翘，后缘会更结实。不是说做全贴怕勾头发吗？为什么我贴完甲片勾头发？但凡是你听到勾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全贴，基本上都是做的全贴啊。半贴就不会，因为它是后缘是胶。你像平常涂个色胶，你会勾头发吗？除非你咱的那些注意点没有做到位。这个啊，后缘会更结实。这个还可以反复利用，可多次利用。就是甲片啊，我们每次卸掉颜色之后，这个甲片可以多次利用。比如说我这个手昨天给大家报没弄完，你看我这做的延长啊，咱就说假设它是甲片延长，做好之后我只需要把颜色卸掉，甲片保留，等它长多长长出来了，我再剪掉再修，或者不需要修，我可以2次利用、3次利用，但是不会用的变数过多，一般是在2到3次啊，2到3次就可以。如果是咱自己做的话，你可以一直用的，可以一直用，一直慢慢把它长出去。到后期的话，有那么一个托在底下。有那些坚固胶什么一层残呀，就成了一个假指甲一样，你再去用都没有问题，是真的啊。那如果说是针对于日常工作比较需要力气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用延长胶去做，会更结实一点。好了，这是目前来说我们的做半贴甲片的一些好处就在这儿，半贴甲片的好处就在这儿。来到目前有没有看不明白的？咱过一个点没有问题就往下走啊。大家还能想到什么一些做半贴的好处吗？针对半贴的好处，这是针对于顾客来说的，针对于顾客来说的。针对于我们来说，半贴可以赚钱更多，因为我们用的胶更多，费的时间也是更长的，但同样它有利就有弊，它的弊端呢就需要，不能说是坏处，这不是坏处啊，它的就只能说是一个弊端。弊端就是耗时长。耗时比全贴的要长，大家有问题进来打出来啊。然后技术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需要给它做塑形，塑形做不好的话，做出这个来就可臭了。好了，这是我们半贴甲片的一些优势，就是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日常做顾客，你怎么去推荐？为什么人家我做全贴就行？你半贴吧，半贴好在哪儿啊？哪里好呀？你不要说半贴好，你直接说半贴直接针对性的指出它的毛病来。比如你的指甲是有点鹰钩甲或者一点什么的，或者你的指甲过薄过于扁平的，我要给你做全贴的话，怎样，针对性的去跟他说，这样他接受度会更高一点。如果你就是说半贴要好在哪儿你不知道，但它贵，它就是好。对不对？换成你要相信吗？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在这儿啊，大家去记一下，记下来。好了，我们这个半贴有几种呢？半贴是贴到哪里算是半贴？来，两个指甲。假如说我们甲片，我不要去管这个甲片多么长了啊。在整个甲面，来我说一下，首先是这种日常，这是它的微笑线。假如说这是它的微笑线，我画的本甲比较长。假如这是它的微笑线，我们的这个甲片放上去，放到什么位置算半贴？半贴的位置一般在甲面的1/2，或者是2/3处，这个呢，我们什么情况下用1/2？什么情况下是2/3？来看啊，假如说它的本甲微笑线弧度比较短或者比较平一点的，我们这个时候半贴贴到1/2。你要说贴指尖行吗？最好是不要贴指尖的话，你还不如做浅贴甲片啊。但是根据指甲的长短来定，就是它甲面的1/2处。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随便去做的。我在做延长，比如说做这么长，对不对？这是甲片1/2处，是针对于这个微笑线比较扁平、比较窄一点的啊。这样的，你看像我这些都可以做1/2处的半贴。还有一种叫什么2/3处的，这个呢也叫做高位半贴，看啊，这个针对什么？有的人他的微笑线是这样式的，大家肯定能见过，或者你们自己手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微笑线两端不是这样轻轻过来的，而是一个特别高上去的那种。一般像这样的，它的本甲甲床都属于比较长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再做1/2，对吧？我再做1/2，是不是只是能简单的代入？如果说是像这种的
盖不住，或者说它的位置还要高，已经高过了1/2处，你要想去给它贴的话，是不是我们需要怎样？就尽量的往上来一点，往上来一点。其实这个微笑线倒还好说，就怕它微笑线高了。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啥啊？它的本甲型从这儿往里就收，就是收的特别高，两边这个弧度弧的特别高，跟它的微笑线边缘是重合上去的。哎，这样的你要是做一半呢，这个位置又卡不住，我们一定要怎样盖住 AB 点的位置嘛，对不对？我们甲片是必须要盖住 AB 点。啥叫 AB 点？去看美甲那个基础指甲基本构造啊，那里面有讲盖住 AB 点才行。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甲面的2/3处，也就是做几个咱们的高位半贴啊，根据这个情况来定，好吧？先能理解吧？指甲特别短的要贴多高呀？这个实际情况，不同情况不同分析啊。比如说你像我找找我这个指甲吧，你看像我这个指甲属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指甲，而且短圆，是不是特别不好看？我又自己爱抠。其实本甲的话应该可以更好看的啊。像这样的话，我的微笑线特别短，那你看我做半贴也行，你做高位半贴也行。如果你想让它利用率更高一点，那就做的往上一点。如果想就是说正常做，对你的自己的这个建构技术有数，或者是让它做2次就该找你来换了，那你们可以做个稍微一半的，做一半的。我自己的这个建构啊，甲面找平的能力没有问题的话，就做这样的就行，好不好？不用说一味的弄得特别高，弄到这儿的话，那就跟全贴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你更做起来更麻烦，倒不如直接给它全贴。所以说能一半的一半，能2/3，这个根据特殊情况来定。但有的人的指甲呢特别的短，而且它是那种肉包甲、小圆指甲的那种，最好是就是指甲越短的啊，指甲就非常非常小。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指甲本甲甲床非常小且短的，最好是做它。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样子本来它指甲就小，对不对？我们还得给它做一个愣长的指甲。你要是本来就特别短，你在接触面中间接触面你再短一点的话，它是不是就更不牢固一点？所以说遇到短指甲的话，尽量的做的高位一点，尽量做的高位一点，让这个接触面更大一点，能懂吧？咬指甲可以做，而且做延长，那种做延长是可以改善它的问题甲，就改善它这个咬指甲的习惯。你也不用做太长，你就做到这个正常指甲的长度，慢慢是可以长出来的，是可以把它的本甲长出来的啊。短指甲是可以做，短指甲、长指甲，还有一些这个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像这样的甲，这么长的指甲，你再去做半贴做什么就不对了。所以一般我昨天给大家讲过，贴甲片要剪到合适的位置，是不是要剪掉合适的位置才行？好，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小常识啊，小常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咱下一页了啊，没有问题，下一页了。还要看吗？没有看，我翻页了啊。你们要看再跟我说，好吧？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实操部分，理论尽量少聊，多来实操，大家跟着做。半贴延长，理论点我待会儿再接到这里来啊。好了，我们在做这个半贴甲片步骤呢，跟全贴步骤会类似。还记得昨天的那个全贴甲片的步骤吗？咱这个步骤会类似啊，差不多，无非就是把昨天这个全贴的这个部分换成半贴，前期都是一样的，昨天步骤不知道的啊，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是昨天做全，先是做前置，然后修甲型，先做前置修甲型，好吧？跟这个一样，咱一边做再重新记一下，好不好？现在来，第一步前置处理。你的前置处理做成什么样，就能意味着你做的这个指甲是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的啊？前置。第二个，修甲型和刻模甲面任选一，咱先修甲型吧。打磨甲面，来，这有一个问题点，来给大家说一下，来，给我你的手弄一下。看啊，我们在修甲型打磨甲面的时候，这个吧，
你看，针对于这些还是不是有点小扇形？还是不要忘了啊，小扇形，因为有很多这个新学员，针对于扇形甲贴甲片的话，一定要把它两侧的位置给它收进去，看是不是？不要让它跳出去，因为本身它就已经多余了这边的指甲，所以更要把它的这个指甲给它收进去啊。只要修成方或者方圆都可以，对吧？好，修甲型修好之后，我们来刻模甲面。有的同学说，老师我用错条去刻模，就是修形错后错刻模行吗？可以，但是针对是本甲比较健康的，本甲指甲越薄的，越要去用这种海绵抛。你怕这边不好用的，你就反过来用这一边啊。我们半贴的位置，你看它的这个微笑线在这儿，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半贴？做正常1/2还是2/3的？做1/2还是2/3的？就是你目测我的这个甲片放上去，哎，我这样能盖住，我就做1/2，盖不住我就再往上磨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做1/2的啊，做1/2的。好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步刻模甲面的时候，打磨就磨到1/2就好了，不需要再往上，因为待会儿还得再统一去打磨，不然你这样磨完之后，你的手一碰就会把后缘的位置碰掉，会白磨，所以说它会这个半贴后缘胎边起翘原因，这也是其中之一啊。来打磨甲面。用粗面磨完，别忘了用细面去磨一下。我们打磨的位置一定比我们要贴甲片的位置稍微高一点，但如果说你们觉得麻烦，那你就全甲一块打磨。但是你要注意，包括你顾客手都不要摸到上面去啊，不要摸到上面去。月圆角毛边清理干净，养成习惯，一定养成习惯。这个会给咱们待会儿做款式的话，要节省很多时间和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清洁水或者是酒精啊，擦下面，擦一下我们刚刚打磨的部分边缘的地方，你看没有？就记得把你的这个指甲盖往里这么收，贴着它的边边，不要往里顶啊，顶会把它的这个指芯顶坏。就是把边缘以及指甲内侧有脏东西也都给它顺带的清理一下。现在这个本甲，哎，我也打磨好了，我要准备开始贴甲片了，是不是？这是在这个打磨甲面的时候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建议大家啊，打磨位置比要贴的位置略高啊，略高。突然想起我外甥上网课的时候，老师就这样，略高，比贴的位置要略高一点。不用说整甲刻模，也可以整甲刻模，你们大概一记一看，自己就能想起来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为什么用粗面磨完还要用细面磨？为的是甲面更平整一点，为的是让甲面更平整一点。你要是不愿意磨，你这样也行，这不是怕为什么我们贴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气泡，对不对？因为它那个面上有颗粒感，甲面上你一旦这个地方有个刺儿，这地方有个刺儿，你在贴的时候一旦胶过不去被挡住，难免有气泡。你只要甲面刻模是没有反光点，无反光点，它就很结实，不是说那个凹洞越多它就越结实啊，那样来说我们是会对我们的本甲有损伤的。所以是甲面只要刻模是无反光点就可以，了，好吧？尽量保护本甲，尽量去保护一下本甲。好了，打磨甲面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怎样？还记得吗？选甲片，是不是？选甲片这一步可以列在前面，也可以列在后面，可以选甲片这一步可以在修甲型之后，也可以在打磨甲面之后，都可以。这个还是一样啊，都是一样的步骤，好不好？然后别忘了这个昨天给你们讲过的点，我今天就不再重复去讲了，你们去看啊。我这么一画，你们自己就知道或者标注一下，二后或三后。好吧，2后或3后，哎，是这个，就是任选情况待定。好了，到选好甲片之后，来过你的手，过你的手，其实左手也没事儿，往前一点。选甲片的时候，现在甲面是整个比较干净的，我们把指甲放上去，哎，整个不要就是说特别的用力往下压，它才能完全贴合的，这样你一松手容易会弹。而且像这种甲片，如果你在放上去的时候就特别压才能给它完全贴合，就是非常紧的那种情况下啊，就是
就可使劲儿。这种之后，它的指甲有种收起来的感觉，所以说我们选甲片尽量选的稍微宽松一点点，然后又能给 AB 点完全盖住。如果没有合适的甲片，选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对吧？我们给它刻膜。但如果有合适的，尽量用合适的啊。4号，选甲片的时候，这个呢，对于那个就是不用说每个指甲必须一条啊，我拿个尺子量着每个位置高度差不多，就差不多就行，不需要非常非常一致，好吧？你看两边这里有一个注意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本甲不是这种直下来的，而是往里拐的，椭圆形或者圆形啊等等这些，你们在选的时候容易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哎，我看着好像行了，结果掰开，它是有一个斜边下来的，还是 AB 点没有完全卡到位，就是甲沟处没有完全卡到位，或者说你的指甲这边。就从侧面我给大家画一下啊，在这个位置画，好不好？那这个看不太清，把它放大化啊。就是在选甲片的时候，这个位置我们还是要从甲沟处直直的延伸出来，去选择这个我们要贴的甲片。如果说你的这个位置，好吧，是一个侧面的指甲，我把它拿一下。如果这是我们指甲稍微微微侧的那种状态啊，本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选择半贴甲片，哎，微角线在这儿，对不对？这是它的微角线。过来之后，如果你的甲片是这样，就是这样选择的啊，这么选择的，你要从正面看挺好，但实际上在这个拐角区域这儿，你 AB 点没有盖住，或者说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么一个角。这是本甲的线，这是甲片的线，出现了这么一个拐角，这个拐角就会导致你开边起翘，不是开边翘，是从这个指甲侧边断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位置一定要是一条直线出来，盖住 AB 点，盖住 AB 点，不要让它露出来，然后有多余的指甲就给它磨掉。给它磨掉，边缘线就是完全贴合的。如果像扇形甲轻微有一点突出的，那就留出来，不用完全收进去就可以了，好吧？收进去就可以了。这是这个，能搞懂吧？宝子们能搞懂吧？来，我们给它选个甲片啊。4号，它应该用3号甲片，这个是你右手如果惯用右手，我再教你们一招，就是跟顾客去拉近距离，然后你就上来就说，一看他的手，你说，哎，你是不是平常有些惯用左手的人，他的手一定比另外一只手粗，我们自己看就行了。经常用右手的一定比左手要粗，经常用左手的就要比右手要粗啊。你看这个是不是 AB 点能盖住两侧的地方能延伸出来，只不过贴完之后它是有一点点变宽的。变宽不要紧，我们待会儿可以再给它调整，我会着重给大家去讲啊。我们先来观察它整个手指自然状态下是一条直线，指甲有没有歪斜倾斜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待会儿在贴的时候别忘了刻意的去给它稍微往反方向扭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选好甲片之后开始粘贴，还是速干胶也好，甲片凝胶也好，都一样啊。来，我用个封层来说啊，在车镜上面那个就是对，你拿个这个看，我呢就是用甲片凝胶来给大家去贴。看看，我们还是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看，其实相对于它这种呢前面方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刷。如果我再嘱咐一下，如果它们是有这种弧形的，如果是有弧形的这个本甲的话，比如说椭圆甲，是不是我们刷的时候里面的胶也可以按照这个形状去抖出一个弧线来？同样，在铺胶的时候，一定铺胶的位置要比我们的这条它指甲的边缘线要短。还是之前的那些问题。好，假如说我要贴到这儿，对吧？我贴到这儿，然后这条线在这个位置，这是它我们要贴本甲的长度，其实可能会稍微有点偏差啊。所以说我们在铺胶的时候看，先是两边的位置，哎，一定要刷上去，就是胶量宁愿稍微多一点，也不要太少。好了，看我没有涂到最那个颜色的那个位置，是不是留了一块？到前缘的时候这样斜着刮一下胶，让后缘的位置有一点点对焦，因为是做半贴，所以说胶量不需要特别的大，只需要根据它的问题甲、扁平甲多来点，下钩甲需要填缝的多来点，好不好？
用大一号的甲片怎么刻膜？你昨天有没有跟直播课呀？你拿个小灯来帮我准备照一下灯。哎，来，宝子们先不用了，我自己来。大家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你们经常会就是说，哎，老师我够不着，是不是？你够不着没关系，你把灯它是有秒数定，有秒数，是不是？你找个稍微高一点的东西，你看啊，我们就把它放到这儿，对不对？你抬高一点，你在这儿贴完之后压着不要动，拿回来。直接放到灯下面，那不就照到了吗？没有别人帮助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啊，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我有点依赖别人，好吧？没有看上，昨天我有讲过，待会儿我再选一个啊，我待会儿再来做一个，好不好？选一个大一号的甲片来看。所以大家最好是每节课都去跟一下，哪怕你快速的跟，肯定是有知识点的。选甲片，勾好这个胶之后，同样也是拿的时候一直，你就算现在有别的事儿，你拿也是这么竖着向下拿，不要反过来，不然会淌胶的。我们是有多量的胶珠的啊，在上面。贴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先压下去，这么刮一下。这一步呢，主要是润胶，是以防万一前端呢，让那个胶更好的滑动，就跟咱做建构前第一层薄薄一样，不用先刷啊，直接就是这么勾一下就好。然后我们要贴的位置在这儿啊，在这儿，但是我们在往下放的时候往下来一点，因为我在压的同时会忍不住的往后去推。然后一边做一边去调整甲型，有问题的刮下来再重新贴，有问题刮下来直接重新贴，不要平着这么去拿啊，这样不对。刮下来，看见没有？给它刮下来，好，往后去一顶，再往指尖去压胶。完了，我忘了摁开。看你们自己练习的时候是有方法。好，看，慢慢到指尖的部分，这个位置的胶填回去，好，不要动啊，它容易往后推。然后因为是在桌面比较低，你们呢就是放在自己的这个桌子上，然后往下拿的时候就好拿好控制。因为我这往下压手有个高度就不好控制，好吧？你们自己知道怎么来就行。来，你帮我照一下灯来，帮我照一下。这里面胶有点太多了啊，该擦就得擦了，我重新再刷一下。我这个手下不去，就得让大家看见。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把你们的灯，这我再刮一下，大家看看，就正常操作。去找整个手指的中心线，待会儿我得把这句话给你们记下来。不记的话，就让我觉得你们再记不住。你看，还有一个问题，宝子们，当你们在往指尖压胶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胶怎么也不往前走，只能说明你的胶少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再来一点，稍微再刮上一点就好了。你看啊，就是胶少了，不是说你不够用力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胶少。来，回来帮我压灯。照灯的时候手不要动。好了，可以了，不照太久啊。来，就这么去贴好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刚照了一会儿的时候，它是不够牢固的。其实如果你在不停的这样刻膜、磨甲型、修甲型的时候，它会不经意之间就让你的这个指甲啊，不经意之间就让你的指甲产生了这中间的气泡，看见没有？我现在取下来是为了让大家看中间它是有一点胶没干的，边缘是干了，它只是简单固定住，但是不代表彻底干。所以说为什么每次全部做完之后要统一再去照灯，是为了让整个甲面全部干透。我用的是封层给大家做的，你们自己练习的话就照灯，不要完全照2分钟，它也很结实，就照个1分钟或者说几十秒差不多，固定住，自己去练习试一下就可以了，好吧？我这个扔掉啊，没什么用。没有，有问题抓紧问啊，有问题抓紧问。自己练习的话可以用封层。来，咱一步再记一下，咱再去回忆。然后到第4步选好甲片之后，开始进行粘贴。第5，粘贴。粘贴的时候先刮一下胶。什么呀意思啊？就是在指甲上我先这么刮一下啊，让甲面多少有点胶。这一步呢可有可无啊，不去可有可无。就是习惯性的，你先去找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要伸手往前试一下，哎呀，我要开始了啊，有这么个感觉，就是而且它可以就是让甲面里面的胶更融合更好一点。然后在粘贴的时候，第一个先刮一下胶，第2个从后缘开始，从后缘往前缘去压胶，去压甲片。如果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从前缘往后压的呢？针对的是这种上翘甲。能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的指甲特别的
上翘的这种，这叫上翘甲。上翘甲我们在贴甲片的时候，不是要改善它的问题甲吗？那它的问题在于哪儿？指尖过于高，后缘过于薄，是不是？所以说我画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没有这么高的。我们在贴甲片的时候，想要这边，哎，它还是一条直线，因为这个位置它是不变的嘛，对不对？那想让这边给它圆起来的话，因为你这个位置是它的肉，你没办法去给它磨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怎样？从后缘往前缘去压胶，给它压回去。中间的这块是我们需要填补的，需要填补的。但是半贴的话，有可能只到这儿，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我们需要填补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才会从后缘往前缘压。到前缘的时候，我们就不压到特别靠前，会轻微的怎样用胶去填补空隙。剩下的半贴前端部分，我们就再去用光疗胶呀，或者是用坚固胶去把甲面找平。可以懂吧？可以懂吧？这是我们在粘贴的时候，啊，贴好后，接下来就是要刻模部分了。然后刚刚有宝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选大1号的甲片，选大1号的甲片。然后现在我用的是一个3号，我选一个4号甲片。其实有合适的是最好的，没有合适的稍微选大一码啊，稍微选大一码。来够你的手先一比量，你们就是真的就没合适的了，尤其全贴也好，半贴也好。就感觉这个，哎，正好那个就老是小点儿，这个呢就稍微大一点，看见没有？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好了，你去弄，两边先目测要哪里是需要修的，哪里是多出去的，直接在这上面，我先给它边缘的地方给它磨一下，我把多的地方给它磨掉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毛刺全部清洁干净，不要有毛边，不要有毛边啊！好了，这边修好之后再去修这边，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把这儿给过一下，清洁干净之后，来拿你的指甲，你看这个时候再去放两边，它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就重合了，就不至于说刚才的那么大了啊！这个就跟这1号的甲片就一样大了，好吧？小样同学，学会了没？行了，这是我们用甲片凝胶，速干胶的话就一定要稳准狠，一定要稳准狠。这里我要额外给大家先拿走，单独记一句小重点，在贴的时候去看整个手指的中心线，看整个手指的中心线啥意思呢？你看你这么去看我的指甲是不是还挺好？结果反过来一看，我的指甲是有点歪斜的，是不是？我的指甲是往左边去歪的，我的整个手指的中心线在哪儿呀？在这儿。能看出来吧？指甲是歪的，所以我们在贴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适当的，我就不只看指甲，我要只看指甲的话，我贴完更明显，延长甲会把你的问题放大化，所以我在贴的时候，我刻意的怎样往这边往回去收一下，往回收一下啊，这个甲片可能稍微有点大，但是你们理解啥意思？比如说，还像我这个指甲有点往左倾斜，那么我们在贴甲片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往右去歪一下往下贴，不要说顺着指甲走。你看我要顺着我的指甲走，你看倾斜的是不是更厉害？是不是？所以我们稍微往回一倾斜去调整，但是在做之前一定要提前嘱咐顾客，提前告知情况，就是以防万一会说啊，就是你贴的不好，好吧？昨天因为好多人看来是没跟直播，所以我今天再给大家嘟囔2句，提前告知他你的问题有点问题甲，我贴的时候尽量给你找平，但如果实在找不回也没办法，他说没事，因为他会知道是自身的原因，好吗？好了，这是我们看整个手指的中心线，找手指的中心，顺着这个中线去贴甲片，而不是说贴我就捏着指甲，只看指甲。你看我贴完这儿的话，整个手指你看啊，反过来，哎，有的同学这样看是不是？哎，真好贴的，就可正了。结果反过手来一看嘛，已经歪到哪儿去了？这是，所以说一定要去，你看来拿手一下，贴的时候，你看我不会去。这样的只看这里，我会整个手指压下去，因为手指伸直的情况下，我才能更好的找它中心线，而不是说给它扭动啊，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一个伸直，然后我们再来去贴这个甲片，看看合适还是不合适，能搞懂了吗？所以说这个很重要，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就是你们常见的问题之 N 这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指甲老贴歪的原因，因为你们不去看指甲中心线，而只看你的指甲。没有任何人的指甲是非常完美的，没有任何人完美的，所以说这些你们只需要，哎，我大概差不多，或者说尽量做到完美，这是我们做到的极致，好不好？好了啊，贴好之后我们就照灯了嘛，就照灯，咱先捋一下，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照灯。
照灯的话也是同样，先照10秒啊，5到10秒，先照5到10秒钟，简单固化。但是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抠，应该是这个字是吧？不能用力抠，还有这个磨，或者是这种往下这种杵铁杵咋写来着？这不是。就是反正你们知道啥意思啊？只要还没完全照灯，就是简单固化，这只是一个简单固化的步骤，还没有完全照灯。所以说现在我先固化好了，让它确定不动了，不会有气泡产生了。好，我再去贴下一个，贴好下一个之后，整手再统一照灯，整手再统一照灯。我这个字有时候不太好看，大家尽量你们哪里没看懂跟我说啊。照灯2分钟，照灯2分钟啊，一定是2分钟。你的灯功率越小的，你照灯时间就要延长，这样呢它才能更牢固，不然前期简单固化好了，你一打磨里面是没有干的，慢慢的就进去气泡了，好不好？行了啊，这是我们这个照灯，来我再给大家再做一下这个干贴部分，基本上这就完成了。你们要看速干胶还是要看什么？其实一样做的，因为我用这个，我用枫藤粘吧，它可以接着抠下来，就不用说每次给它用完接着。好了啊，大概找一下位置，差不多之后来位置，差不多之后来给它粘上，不用再去给它卸掉，对它本甲伤害太大。你们知道速干胶做法就更简单了，直接刷就行。根据你要贴的位置高低去涂胶。如果说涂的面积比较大，你可以后缘多来点，指甲本甲比较扁平的刷胶啊，后缘的这个勾胶我就多勾点，就是你看稍微多一点也别太少。帮我照一下灯啊，准备。看看找手指中心线，然后要贴的位置稍微刮一下，然后慢慢往后一推，看见没有？有这么一个动作，慢慢往后推，这样呢就会防止你的后缘溢胶，防止你后缘溢胶。压住不要动，最好让顾客就帮你忙就好了啊。你宁愿前缘胶稍微多出去一点，也不要中间就留下那些空呀什么的。转一下灯，左右转一下，就是转，就是对中心轴不动。好了，看一下，这不就贴好了吗？是不是？这个相片就贴好了，稍微有点歪啊，稍微有点歪。待会儿修行的时候稍微有点没办法的话，咱就其实看手指的话它不歪，我是找手指。待会儿修完形你们就看不出来了。现在目前来看是歪的，因为它的指甲往左边走，咱往右边歪，肯定是别扭的。好了，现在马上要教大家怎么去半贴后的修形和建构，这是一个注意点啊。大家好好来看这一步，自己拿着封层或者用什么去粘一下。我再跟他说怎么弄，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是有那个灯吗？往这边靠靠，不是有这个灯吗？你们就把灯放在这个位置，打开，提前摁上60秒。你要开始贴甲片了，你往后挪一下，对不对？我这个把灯往这儿放，然后我去对着甲片，我对甲片，哎，对好之后，或者说你就在它旁边对，我就上这儿，这样能看清楚。我就在这旁边对，我对好之后我不动，我直接拿过来。这样你们自己就可以练习了，好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省得你们再不知道。来，你看，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半贴后的修形和建构和塑形吧，建构也行，塑形也行，都行，反正建构就是塑形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啊。甲片打磨好，指甲会显宽。凡是遇到显宽的。为什么贴完显宽？是因为没有做接下来的这一步。注意看了，小重点来了，来照灯，不是照灯，拿手来。甲片，我这个指甲长度正好，或者说稍微长一点、短一点，我们先给它去剪。修剪的话，用咱们的一字剪。一字剪的使用，我昨天教过大家啊，这边夹住这儿，这边呢顶住前缘，正好你感觉哪里歪的话，可以这样再调整它的一个倾斜角度去找正。如果差的不大的话。看见没有？这样它不会到处崩，它的本甲你也能固定住，不会说是给它用力啊，导致敲得太狠啊或者怎么样，好吧？垂直一定要垂直去修剪，垂直去剪。现在来看，是不是指甲两侧特别宽，对吧？你看我们肉眼看它的甲沟是在这儿的，甲沟是在这儿的，至少得多出这么一块去，怎么去给它做的又
干净又窄又结实呢，来选你的这个后搓。后搓用的是粗砂面啊，一定用粗砂面。细砂面的话，要不然就是你的那个磨度不够。如果说你的细砂面摩擦力，它的这个砂度还行，那你用细砂面也行，无所谓。用粗砂面呢，就是为了更快一点。看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手法，在磨的时候我抬高一点，抬高一点，大家来看看这个手法，稍微往后丢丢。对，看啊，这边呢，我们大拇指给它挡住它两侧的皮肤，因为已经做了前置处理，以防万一受到这个皮肤再打磨起毛刺什么的，是不是？我们护住这边，这边呢卡住你甲片的边缘，看见没有？卡住边缘，看啊，垂直沿着你甲沟一直线条下来的方向，不要往里拐，不用管这边，你就拉直线就行，卡住它这个边，然后拉直线。先试一下这个动作，自己手上的话就是这样啊，自己拉直线。往下走直线，在拉直线的同时，宝子们，在拉直线的同时，来往里去拐一下，看见没有？也就是说，我们再给它把这个侧面的厚度给它变薄。来，我现在就打磨的这是一共几下？3下，是不是？再来看有没有两侧这个位置就给它收进去了，就几下的功夫，就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同学就这一步反而就忘掉或者不做，很多美甲师都不做，觉得说这就应该，它半天就这个样子，本来剪指甲论给人家做宽，是不是？好了，如果毛刺比较大，你再反过来用细砂面，我稍微给它刻磨一下，其实就几下的功夫就可以了啊，就这几下就可以。然后你再顺势的去给它修甲型呀什么的，都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能看明白吗？来，左边学会了之后，再来看右边。右边的话，咱们不要正常修甲型的那种反手了，就还是这边这么拿，右边的话就反过来。反过来的话也是一样，这边的话，你看我会刻意的用中指这么挡住一下，反正你们只要自己怎么舒服，这样挡也行，这样但是会磨到我们的指甲嘛。哎，我会这样，往前一点，看，卡住这个边边，看见没有？垂直，在拉的同时，往下拉的同时，往里去拐一下。啊，我这个还没太用力，来往下拉的同时稍微使点劲儿啊，1、2，这是第2下，2下，你看是不是接着进去了，对不对？而且连接也是比较顺畅的，侧面也没有破坏掉它的 AB 点，这个位置也没有变得特别的薄，反而很多同学在磨的时候可就是这样去磨，会把这个甲片磨薄。甲片一旦薄了，这个位置就容易断掉，贴的甲片就容易断掉啊，这是一些问题点，非常非常关键，你们去这个自己一定把这个好好练一下，就会感觉到它有多香了，好吗？好，我们给它稍微修一下甲型。它的这个指甲属于一个方甲，就是这两边会把整个甲面顶得特别高，所以我会把这个甲片本身的位置啊，两边这儿，你们看到我这在磨这儿，是不是磨的是甲面？把这个位置给它先磨薄一点，待会儿做间隔会更好看一些。喜欢什么甲型走什么甲型。如果说就这个指甲甲型就很好看，不动了，好，那就不动了，这无所谓啊，这无所谓，就主要咱是看怎么这个做。一个是显瘦，第二个怎么去塑形，另外我们一定记得我昨天跟大家说过的吧，甲沟竖来的这条线是一条非常干净锋利的一条直线。但是很多同学在修甲型的同时，你看你们有的时候修就这样，是在修窄了。但是刚才大家看过，它是不是一条直线？但是我现在把它侧过来，你们看出现了什么？对吧？出现了这个位置就会导致你这个后期开边起翘啊，会导致你开边起翘。如果是它，你看它的本甲都在这儿。是不是本来咱是你已经把它中间的这道沟给它修掉了？本来咱刚刚如果咱再不知道再扭回去看回放，再往回去看回放，就是往前倒退一点时间，你会看看咱这边是一条直线的，但是因为你们在修行的时候手法不对，或者说角度没对，因为我没有教过大家就是这样修，是不是？所以你们修哪里看哪里，修侧面就垂直下来。垂直打下来啊，就这样，千万不要往里去扣，一旦往里扣了，这边扣出现这个角，这边你要再往里扣，对不对？一味的去收窄，你看它这边也出现了一个角，就几下的功夫就立马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点，能明白吧？这个我必须得让大家去你们吹一下屏幕，打个1，让我知道你们明白这个点，因为这个问题太多发生了啊，我只能尽量现在去给它稍微调整一下，我给它拆掉重新做。啊，就这样吧，我给你们待会儿去，不行，我得重新做。换一个指甲。一定注意这个点，能明白啊？那就行，这很重要，就是无意中你就把它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个指甲的问题给暴露了。你们日常也可以用护甲练习器、甲面涂护甲练习器，会更好一点啊。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伤指甲，而且咱照灯时间一般10秒、20秒，它中间胶都不干，所以你轻轻一掰就掰下来了，这样对它的本甲伤害也是最小的。
是不是？多少你看边缘还是有一点点，所以你们日常涂上一层护甲练习剂。我再重新做一个，但是因为我不做的话，咱既然学习不做不出问题，你们又看不出来，所以说很重要很重要，自己记下来啊，自己记下来怎么去显瘦，指甲怎么显瘦，两侧怎么去打磨，就是在往下拉的同时，向内侧拐弯啊，向内侧拐弯就是咱那个动作，就这么一句话，你们自己记一下。另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为什么我写这么大？因为我觉得问题太重要了。在修甲型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侧边的直线，别随着性子跟人家聊嗨了啊，自己在那修半天坏了。你要重新贴吗？我这个还好，我照了10秒、20秒的，又不是没有照干，我说拿下来了。那你们已经贴上去了，你再重新给它弄吧，是不是？一个指甲为什么做了3、4个小时？侧边直线一定要注意啊。行吧，这个2个大注意点，我就画单独一张纸，你们自己看吧。来，帮你那个手，哎，再贴个照片。我再重复做一次，大家看看，再看一下。来，帮我那个照下灯，真好，哎，你们能再懂就行。你看前缘，你就不小心压出去这么一块没关系的啊，来照灯。哎呀，真聪明，一教就会啊，一教就会啊。好了，现在来看侧边线，是不是它是这么一条直线下来的？现在跟刚才再去做对比，是不是就很明显了？就是刚才咱给它直接把这个位置给它修进去一个角，修进还没干透啊，我再照一会儿，不然待会儿修行不行。按压着去照灯，我再重复做一下，大家来看啊，快速做，快速过。而且用好的这种甲片的话，后边我教大家一个省事儿的，就是可以不用刻磨的，不用磨的，只要你这两边给它收进去。我全员待会儿我就不修行了啊，我就不修行了，节省一下时间。这个修行你们自己再去慢慢练习，然后两侧来垂直拉直线往里拐，拉直下拉的同时顺带的去往里拐一下啊。你要没有贴好，它就是没有照灯完全，它就会有点要翘起来。就我刚刚跟你们说过的，照灯时间只是轻动固化的时候不能用力去抠磨或者什么，就是在这儿，好吧？不然你的这个甲片就容易掉，因为咱这个你们懂就行了啊，懂就行。两边来，你看，就基本上好了，几下就好，不需要磨太多。你看两边立马就是一条直线了，就是一条直线，然后上面包出去的部分，哎，稍微给它一刻磨，是不是？先把基本的形状定好，然后呢，如果你们有打磨机，可以直接用这个打磨机把后缘过一下。但是我呢，一般就懒得再用打磨机了，我会用这个锉条，只把这个拐角的区域，宝子们，只把这个拐角的区域给它这么磨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不要高，两边拐角的区域不要高。你看，就算你第一层，这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做半贴的话，不要整个甲面去打磨，后缘你磨过一次，你这里难免还会碰到，你再碰到又磨了一次，你的指甲受到了几次损伤，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最好你们可以跟着我走一遍，因为你做的多了，你懂了，你就知道我有的时候做到哪是啥意思。跟你们说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好吧？找到废掉的皮剪，接下来就塑形了啊！注意看怎么去塑形。你手是不是最近又开始起皮？好了，只要把两边收窄。拐角处打磨，就是你们这样摸上去没有明显的那种，就跟阶梯一样，是一个就能直接下来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因为你磨的越多，边缘的甲片越薄，反而后期指甲到中间你做个透色，怎么中间有一点点白色翘起的地方是为啥呀？因为我们的指甲会分泌水分、油脂啊这些东西，就会把那个后缘的地方薄的地方给爆开，这是后缘为什么有突然指甲中间出现小白条的原因。所以我们只需要把两侧稍微磨一下，磨薄，连接顺畅就可以，就去给它做这个建构了，就可以做建构了。你看我教你们的方式是不是跟其他老师不太一样？
就说你两边用那个打磨机一定要磨到位。来，这个时候我们刻磨甲面的时候，顺带一块把后缘的地方给它磨一下，一块磨一下啊，这样呢正好连接也顺畅，还能抛光一下，然后指甲也就只磨过一次，也不至于造成损伤太多。如果说你有刚来直播间的，就是刚来到咱们这个学习啊，就是这个课堂的，我说这个话可能听不懂，你需要再翻回去之前我说我前面的那些话来听一下。你们跟着一块做啊，你们跟着做时间过得就快。如果是只是在看我做的话，你们可能看看就困，看看我做就困。别忘了我昨天说过的，凡是指尖胶比较就是甲片比较厚的，别忘了这样。我防止它掉啊，我就按压着走一下，你们不要这么做啊。你们贴好的话正常磨就行。我是因为没有贴牢固。给它磨的前缘稍微薄一点，这样呢它显得更精致。你想想你做的梯形甲前缘特别的厚，再加上胶，哎，那就没法看了。所以说这个动作这一步是不能省掉的，是不能省掉的。因为我手摸过啊，我再给它稍微带一下。好了，来扫掉多余的粉尘，有问题该问问。咱们最近都这么的，我们是不是都会了已经？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会了？估计明天学习的人就多了。明天可能时长会比较久。来，打磨好甲面之后，清洁干净了，不要忘了把里面这些灰尘一并给它擦掉。反正就顺手的功夫呗，是不是？你还得单独拿个棉片单独擦嘛，包括边缘的有小毛边的啊，以防万一待会儿开边起翘什么这种小毛刺，全给它清洁干净。清洁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建构，给它把后缘的这个阶梯给它补上去，把后缘阶梯给它补上去。虽然你们看现在是不是还好一点，没有很明显，所以说后缘只要贴好了，我不需要你们去刻磨，只要把拐角处磨到位就行。这个位置保留，因为你磨了反而更容易发。用咱建构胶或者光疗胶都行，想要硬度更高一点的用光疗胶，想要做的更快一点的就用它啊，它的流皮性更快一点。好，来整个甲面涂干燥剂，干燥剂其实只要磨到它的本甲就行，这甲片上磨不磨没关系，没有什么用的，没啥用。粘合剂就不用涂了，然后直接上底胶，底胶普通底胶就好。可屑底胶和这个不可屑的底胶有什么区别？就是可屑的底胶，如果你的甲面是这种正常的指甲啊发油的面，你直接涂上可屑底胶，它是会撕掉的。甲面只要打磨后，这个底胶的作用就差不多，就哪个都行，好吗？这是昨天学员问我的问题，一并给大家说了。不要动啊，先不要动。想做极致单色的，我之前是不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学习顺序，先看极致单色，学会了，你现在假设说我现在需要做这个延长甲的那种极致感觉，你们就懂是怎么操作了，对不对？我只需要待会儿拿拉筋笔再把后缘给它稍微填一下，但是你能做好前置的话，有可能在推的同时就可能推进去。整个甲面薄涂一层底胶，该薄边，灯拿远一点，照灯。这是很多这个老美甲师出现的问题，现在慢慢的，我感觉，因为我也出过视频教程，有好多这个美甲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跟你们说一下。待会儿我就简单涂个颜色，你们看看有没有区别。指甲做的精致不精致，就在此一举了啊。甲片本身是自带弧度的，但是我们学过这个本甲的延长甲，哎，我没有给大家去说这个建构，待会儿单独再给大家说一下。先给大家说一下啊，来看看。今天课程时间应该也会比较长，我随便取个什么色，这个什么色啊？透粉色也行。看我不整甲涂的太多，我就是给你们。假如说你这样完了，然后又涂一层加固胶，还是同样涂法，就是整个指甲做完之后。来，我教大家通过灯圈去判断甲面的平滑度，对不对？
通过灯圈去判断甲面的平滑度，哎，前面都挺好，是不是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出现了断层，而且整个指甲这个位置显得特别的凹，尤其是你涂深色的时候。所以说这一步，看从侧面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凹进去，这样一看这个人就不会做建构，一看这个美甲师就不会做建构。你们平常看一些那个图的时候去观察细节，你们先学着给别人找问题，慢慢你们自己提升会更大的，好吧？好了，所以说我们建构步骤不能省，然后我给大家去讲过没有延长甲。建构，哎，这是本甲建构，延长甲在整个甲面的1/3，我给大家讲过啊，给大家讲过了，讲过就好，讲过呢咱就直接去做了，去看第1天的课，没看的看第1天的课。好了，底胶之后照了灯，取咱们的建构胶、延长胶，然后光疗笔。取光疗笔，先试一下它柔软不柔软，好不好用？好用的话再用，不好用就先润笔，然后再贴着这个边边先勾起一点点来。这勾多少根据指甲的长度来定，你就在甲面随便铺胶，只要把胶铺开啊，你先铺开，铺开之后胶差不多了。注意看了啊，我们用这个刷子就跟你底胶的边缘是重合的，跟底胶边缘是重合的，你不要超过底胶去，万万不可，也千万不要蹭到肉上去。我这个一会儿给你们写一下啊。就注意点，我得写下来，你们也才能跟着记，就是个人习惯。就因为也经常出去学习嘛，没事有的时候也偷懒，然后老师在教的时候也好观察周围，就发现不管是那个人数大的这个学习的场地，还是人数小的，只要老师记，他就会跟着记，或者只要老师说你们这是重点，你们要记下来，他们记。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愣神儿，包括现在屏幕前的你们也会愣神儿，就我说重点，我不说那啥，或者我不记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跟着记，怕你们忘掉啊。好了，甲面只要没有脏东西，没有颗粒感，而且你的这个边缘啊跟底胶边缘重合，万万不能溢胶，万万不能溢胶。我先洗一遍，你先不要动啊，先不要动。不是你先拿回去，对，你不要碰到甲面没有照灯。来，我这里写一下，开始做这个塑形。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塑形的过程，让甲面更好看。我画一个大框框。底胶就是在打磨完甲面之后，我们要开始就是往上铺胶的时候，先是底胶，或者是先干燥剂吧。干燥剂只涂到甲面位置就可以了啊。第二步来底胶，薄涂，别忘了永远都是薄涂。第三步是啥呀？咱们建构或者流平胶，流平胶也行，建构胶也行，荒凉胶也可以，用自己用惯什么胶也都可以，用 Mixing 也行啊，这些都一样的东西，反正都差不多。那个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先在这又要分叉了，先薄涂一层，薄涂一层，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流边问题，跟底胶边缘重合。你们记下来，完了找不着的时候看笔记就能看明白，跟底胶边缘是重合的。哎呀，我这个字跟底胶边缘重合，一定不要涂到肉上去，就是涂肉啊，也就叫做溢胶嘛，千万不要溢胶，跟底胶边缘重合就好了。所以这一步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关键，你们一定切记。想要你整个甲面不淌胶，在取胶量合适的情况下不淌胶，这个就是重点。一旦你就是说我这个胶蹭到肉一点点，过一会儿你甲面胶量稍微大一点，它会顺着这个你淌出去的部分往这边去淌，慢慢的就开始往甲沟两边去流啊，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有了胶痕，好吧，你看你们怎么这么安静，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学。来，给我拿手来，就当你们现在都在看回放吧，好吧？你看，你不要蹭到肉上去，边缘的地方保留好安全距离，这就没有问题。保留好安全距离，这就没有问题。哎呀，蹭指甲上，就算你蹭到肉上去，擦掉也无济于事啊。好了，不要照灯，不要照灯，然后来再取厚玉坨。也是根据指甲的长度来定，能取多少取多少，取不了的可以2次取，不用1次取到位啊。把这个雕珠堆在哪儿呢？堆在后缘位置，因为你这个位置是往下凹陷的，所以我们把胶堆到后缘的位置。大家都在跟着做吗？是不是你们打字现在不太方便？看划胶怎么去划啊？怎么去划胶？平常直播间我也会讲，但是我要在这给你们讲的更清楚一点。相当于啥呢？你先这样平着，先不要往下走啊，平着放。你拿走，这往上，对，就这里不要动啊，不要动。来看啊，我在我手上给大家
演示一下滑胶的意思是啥？就是放胶的时候，你可以斜着放上去，一拐弯，看见没有？整个笔它是没有动的，在这个胶珠上面来回走，慢慢的往后推，然后不要这样堆着胶走，后缘会厚，就是叠在胶上面，看就这样。推后缘的时候叠在胶上面，这样轻轻的压过去，然后带着胶去走，而不是说推着胶这样啊，这样也不对，会把前缘胶弄得特别的厚，是不是？好了，慢慢的就相当于你在这种拍压，千万不要拉得很长，会有气泡，然后左右晃动，哎，打着圈儿，一点一点的往那儿推，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手法，其实你们刚开始感觉很难，但是做起来就可简单了。只是这一步着重注意一点，就是刷子不要碰到甲面上，你们就知道刷子只要不接触你的甲面，你再爱怎么滑怎么滑啊。好了，你看这个胶，它自然流平的好不好？我刚才就把胶珠堆在这儿，你看它就顺着我们刚刚底下薄涂的这一层，它再自然的去流平。你的边缘只要不到肉上去，它的胶就不会往两侧去淌，我都没有管它，这是它自己动的，是不是？后面看，从侧面看，是不是挺好？就是用个方便好用的胶啊，但是一定注意做的时候不要往里挤，往里一挤，你的胶一旦淌就坏了，就蹭上肉了，啊！来，我把这个擦掉，我再重新给大家做这一层，因为刚才自己淌的话不算咱做的，作数啊，不作数，试一下来。但凡你哪里淌掉，指定得往外流，不信的，大家可以自己尝试，自己试过的错误，你们才能记得更牢固一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做教你们学习啊，教你们技术，所以有些话我说的会比较直接。但是你们在做顾客的时候就不要那么直接了，自己有的话该说，有的话不该说，就是让顾客觉得你专业。哎呀，我就是被你，哎呀，早在你的使用群下，你太厉害了。对，我上别的美甲店里去，从来没有美甲师这样跟我说过，美睫师没有这样跟我说过，是不是？但是一定要保留底线，不要什么都跟人家说啊。比如说你的胶的进价。好了，先薄一层，不用甲面特别的规整，只要这个边缘干净，甲面每个位置都有胶就好了。来，取后一坨，竖着放下去，转个弯儿。然后你这个手是活的啊，你别说你的手放到这儿你动不了，手是活的。来转圈，着重把后缘的那些那个空的地方咱给它填上去。其实做半天不需要胶量太大，你要做只拖延长胶量才会大，因为你需要用这个胶做出弧度来。但是这个呢已经被甲片整出弧度来了，所以说是比较简单的。剩下的那些呢就这么一坨胶基本上就够，下面你就这样轻轻的给它刷下来就可以了，它自然的这个甲型弧度就可以啊。刷子不要碰到甲面，你看很简单，是不是？你看这个衔接处是比刚才就要好很多，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给它轻微调整哪里高哪里低的，是不是需要几乎就不咋用动啊？这个时候从侧面去观察一下你的后缘有没有堆胶特别厚呀，或者怎样，来反手一下。延长甲的制高点应该在哪里来着？还记得吗？它的受力点应该在哪？反手看，我都基本上都不用动，它就挺好啊。后边这有一点点胶多出去的擦，看不清，哎，我不好疼。你带的时候，你要调整甲面的时候，记得用刷子这个角去带，用刷子的这个角啊，一定是角，不是说整个面儿。一整条线啊，等等都不是的。两侧的位置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就是两侧的位置它一定是直线下来的。一旦你们发现这个胶开始往外鼓了，这个位置变得特别鼓，说明它淌胶了，你就需要怎样看啊？比如说这边淌胶，我用刷子我就稍微使点劲儿，把这边多余的胶给它刮掉，然后让它自然慢慢的再衔接过去，流平就好了，不需要你做太多。看见没有？这个灯圈是不是上来下面它几乎都不动，而且这个甲片接缝处它也是比较干净的，哎，这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简单吧，并没有什么太大难度，是不是？直接你看流畅过来就好，能看明白吗？先刚开始的话，你们需要这样去先抖边呀，确定好。后期做惯了之后，直接取胶往上把后缘铺开就行。注意取胶量不要太大。如果你的甲面就是宁愿少一点二次取胶，也不要一次性取胶量太大啊。
你看我像我日常做的话，我那一层有的时候会刷，有的时候不会刷。如果它的指甲本甲那个情况比较良好的话，我就基本上不会刷胶，就直接取了胶之后，哎，怼上这儿。其实刷上呢会有好处，但是直接这么做它快。我直接就推边留边，对不对？别蹭到肉上去。看一下，看看我的手法，多反复看，多做啊。其实这个手法需要自己找，因为像铺胶的手法至少得3、4种吧。但是每个美甲师、美甲老师他们用的手法也不一样，但是都能铺出很漂亮的形状来。你们看视频就能发现，什么样的视频、什么样的教学方式都有。只要掌握好基础，就跟写字一样，你写字是这样写，他写字那样写，那我只要写出来就能漂亮，是不是？可以。侧面，哎，我稍微给它照片一下，找找它的弧度。下面的话，因为甲片本身就有弧度了，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胶给它这样轻轻的带下来就可以了。轻轻的带下来，千万不要这么用力刷，不是的，是轻轻的带下来，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弧度。哎，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的 AB 点的位置 ，AB 点这个位置的胶一定不要过薄。但是正常来说，按照我教你们那种修甲型的方式，它两边不会很薄的，不会很薄，你们就正常这样铺胶，问题都不大。只要保证那边贴合牢固，这边胶过去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个位置两边的位置你再去用力的去刷胶的话，那就有点过薄了。何况咱这还没做款式，做啥的，有可能因为在做款式的时候，哎，它变得又那个啥一点，是不是？好了，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照灯了啊！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照灯了。有没有看明白？你们在做吗？你们在做吗？给我一个回应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的存在。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啥。是在跟着走呀，还是在干啥？来，团手倒置一下来，让胶，反正是感觉要开始淌的时候，看往中间去留一下啊。倒置的时候不要只看侧面，指甲就歪了，要平着去走。然后根据它的这个手，根据它你甲面的弧度，可以往上往下都可以，让它胶自然而然的往中间去流。说出它的制高点，制高点在整个甲面的1/3，甲面的1/3处。不对的，反过手来再去做调整啊，再做调整。好了，来反手，没有问题之后我们照灯啊，照一下灯。我都几乎没咋动，几乎没咋动。半贴后的塑形是所有需要塑形里面最简单的，因为它只需要把后缘的胶给填平就好了。做建构完了之后，都发现不是特别好，可以2次建构，可以的，可以的。我昨天是不是给你回过这个问题？可以2次加胶。照灯之后，你要是感觉不对的话，第一个想法是照灯之后，先想着去通过打磨改变你的甲型，让它变得更好看。然后，如果说是因为胶少的原因的话，你可以不要擦浮胶，再接着继续往上叠加一层就好，再叠加一层啊。好了。如果说那个先照灯20到30秒左右，像这种甲片延长，包括塑形，因为甲片已经固定好了，你去这么塑形是塑不好的，所以主要是通过刻模。然后我们往里去收呢，收的也是咱们的这个胶哪里不对，去往里收出胶。但是胶没问题，甲片没问题，胶直接涂好没问题的话，你直接就这样就行了，对吧？半贴后，你看后缘的位置，这个灯，看这个灯，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往下凹陷的地方，没有往下凹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操作了。但是如果想让甲面更好看，出了问题，我可以打磨吗？还是我必须要磨？你看我电构已经做好了，我完全可以直接上颜色，擦掉浮胶上颜色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你像做指托延长或者做啥的，或者说以防万一，就这个位置感觉不太好看，我们可以磨吗？可以，你直接用打磨机控制好的话，直接用打磨机就行，直接用打磨机去调整甲型，哪里不对啊？该调，我这个位置有点高，我稍作给它刻磨一下，就一定要照灯2分钟完全照干之后再去打磨，不要在一半的时候磨啊，胶会受伤，其他地方也会受牵连一点。用海绵抛啊，用海绵抛。这个时候因为都是轻微塑形，一旦用大了的话，怕你们弄不好，用海绵抛细砂面就行，去找形。因为我这个说实话，我可以直接涂色，也是有点小问题，就给你们带一下，以防万一你们遇到特殊情况。可以，毛毛可以。但是在打磨好了之后，我们要再去做款式的话，是一定要涂底胶的，好吗？在建构之后2次的话，你可以不用擦浮胶，直接去铺胶。但是只要打磨过后，你要去再去涂色什么的，一定要先涂底胶，再往上叠加，好不好？
这个时候呢，顺带把你这个修行边缘这条形状线再给它带一下，啊！因为铺胶一旦溢胶呀或者怎样，边缘不干净啊，前缘胶太厚呀，都可以再去磨，把它边缘磨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是很一条线噌就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好像要戳就比较直戳人的似的那种感觉，就尖尖的啊。再找准甲型，再该修，该怎么着，好不好？这个地方不是它比较高吗？我刚开始说过，它的本甲这里位置是比较突出的。哎，完了，把这个高出去的地方给它磨一下，然后这里就要求的是什么？想一下啊，我再翻出咱们之前的这个笔记来。大家打开我们学习第一天记的笔记，不记笔记的啊，你有可能就忘了。你看看，4薄以后的一个原则，一个是我们讲个甲面的1/3是我们最高点收力点，第二个4薄以后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修的甲型，来握你的手，从侧面来观察啊，4薄哪里薄？后缘薄，前缘薄，中间制高点在这儿，对不对？然后从正面看，两边没有明显的突出鼓出去的胶，而是从两边慢慢自然一条形状线上来的。哎，这叫做我们的4薄以后，而且你从侧面看，它一定是一条很流畅的抛物线，现在还没有修完啊，是一条很流畅的抛物线，不是什么那个叫啥来着？哎，咯咯楞楞啊，或者有胶有高有低，先自己去观察。如果说自己看不到问题，有的时候新手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也没办法，所以你们该找我，尽量的自己能去调整，先把所有的注意点注意到，没有问题了之后啊，再来那个咱们哪怕1对1啊，或者怎么着都行，好不好？哎，去找它的形状线弧度。侧面看的时候，不要只看一条线，你要转着去看，每一个角度都是一个很流畅的抛物线下来的时候，那说明你的指甲就成功了，但是如果但凡有一个位置不对，那你的这个地方该补胶，该打磨，好吧？该补胶，该打磨。磨多了也不好吧，就差不多就得。我刚才在这反复磨，一边说一边弄，越磨越多。其实本甲做完那样也就挺好。别忘了侧边跟这条直线跟手指的这条直线是一条平行线，不要做成这种鹰钩的状态啊！我老反复强调这些问题，你们就是多注意一下。能直播间学会的就不要看回放，再看回放的话，回放只是一个复习的作用，不要依赖着回放太多。我是说在跟直播的同学们。好了，哎，想修什么形状，喜欢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就去修什么样的。这个提前已经修好了，打好底，然后我们接下来擦甲面，涂底胶，涂好底胶之后再上色胶，啊，这样我们的这个指甲基本上很漂亮了，是不是？就很漂亮，就是一个半贴建构后的，我们再涂颜色，正常先上底胶，再做什么就可以了。来，我给大家记一下啊。找重点记。好，来，先拿走吧，谢谢。塑形之后，照灯，先薄涂啊，薄涂之后整甲去建构做塑形，做好了之后呢，注意一些我们的原则啊，就是咱们的注意点，就是在第一天讲过的。第四个，做好建构之后，擦掉浮胶，这里可以往里去收窄甲型，也可以擦掉浮胶，打磨。如果你时间久了铺胶铺的特别漂亮，根本不用打磨，直接上颜色，这一步就省掉时间。但是如果你确实有问题的话，那你就该磨，好吧？第4步打磨，打磨好了之后，我要开始做款式了，一定记得先上底胶，只要打磨过。就要涂底胶，只要打磨过就要涂底胶。如果没有磨过的那个甲面，擦掉浮胶，直接上颜色就可以了，好吧？这是我们做塑形的步骤。这一步你们学会了之后，接下来再做止脱延长就要更省事儿一点，你们就懂得多了。今天一定要交作业，今天的课程一定要交作业，不管你做几个手指，一个不行做2个，就跟这个一个小学生他们给打卡交网课作业似的，给你批改的作业一定要改正过来再提交，不能就那样啊，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好吧？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顺序，大家记一下。目前来说有什么问题来给我看看，是吧？是不是挺干净？你们就做成这样子，做半天做成这个样子，你收上200块钱，
打个甲片不过分吧？是不是？你说200块钱，你再额外再做点款式，做一个顾客收上300-400块钱就很轻松。你不是咱日常外面做的，做完之后你们该拍照拍照，让顾客去看你们的这个水平跟外面有什么区别，包括前缘啊，前缘要特别注意，宝子们，有的同学前缘你们就特别的厚，因为甲片在剪掉之后，甲片在剪掉之后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们有的同学你就不磨。就是不磨，就保留它那个厚度，而且我这个还是上了这个那个接口胶之后的，再往上翘一点，哎，对，是不是？你看，不然你这个前缘太厚的话，就没有我说的那个4薄1厚的感觉了。这个时候你随便，咱还是刚刚那个19号，哎，我不涂体胶了啊，我直接上颜色，你们来看是不是一个又瘦又长，而且这样真的会改善它的甲型。那个没有，应该有同学可能都不懂，会问我这个用甲片延长可以用塑形钳吗？说实话，它的作用可以用啊，但是它的作用着重在于你上面的那一层胶，不在于甲片。因为甲片的话，说实话，它已经确定形状了，已经照干了，你再去调整的话不太好弄，好吧？这个我先给你画一个料，这你们可以记下来，等哪天真正懂的，知道塑形钳是啥的时候，再扭过头来看我这句话就明白了啊。这个眼睛一直要流泪，要流泪，行吧？后缘有些小颗粒，待会擦掉，因为也没清洁，没有打底胶嘛，有颗粒难免，就这么去做，这样去做，正常做，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个颜色比较透啊，看不太出来。行了，有问题吗？快有问题没有？今天的课这个时长会久一点，大家好好看，但是都很关键，很关键啊！再让我擦掉了，擦掉我再刻磨一下，拍个照片。我做了好多个，今天做了好多个，我也重复了好多步骤。